早上好。我将像我们战争部经常做的那样，开门见山地向全世界宣布，也让媒体真正承认，美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摧毁激进的伊朗政权的军事力量。以前从未有过一个现代化、有能力的军队，而伊朗曾经拥有这样的军队，如此迅速地被摧毁，失去战斗力，被彻底击垮。我们说过，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我在第二天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是在短短的10天前，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空军的结合是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在我们的空军和以色列的空军之间，已经打击了超过15000个敌方目标，这远远超过每天1000个，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组合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今天，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全天候在伊朗和德黑兰上空飞行。随着我们的情报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准，他们随意选择目标。抬头看，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政权在飞机侧面只看到2样东西：星条旗和大卫之星。这是这个邪恶政权最可怕的噩梦。伊朗没有防空系统，伊朗没有空军，伊朗没有海军，他们的导弹发射器和无人机正在被摧毁或击落。他们的导弹数量下降了90%。昨天他们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数量下降了95%。正如全世界所看到的，他们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表现出极度的绝望。这是我们正在处理的，我们一直在处理，不需要担心。我们正按计划以世界前所未有的速度击败、摧毁、瘫痪他们所有有意义的军事能力。但这不仅仅是伊朗没有一支能正常运作的空军，或者他们的整个海军都沉入了波斯湾底部，或者他们的导弹部队每天都在萎缩。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没有能力制造更多支，这是我今天想强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快，非常快，伊朗所有的国防工业都将被摧毁。例如，截至2天前，伊朗的整个弹道导弹生产能力，所有制造这些导弹所有部件的公司都已被彻底击败和摧毁。伊朗各地的建筑物、综合设施和生产线都被摧毁。所以我们正在击落并摧毁他们库存中仍然拥有的导弹。但更重要的是，确保他们没有能力制造更多。他们的生产线、军事工厂、国防创新中心都被击败。伊朗领导层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绝望地躲藏起来。他们已经转入地下，畏缩不前。这就是老鼠的行径。我们知道，新的所谓不那么最高的伊朗领导人受伤，很可能已经被毁容了。他昨天发表了一份声明，实际上是一份软弱的声明，但没有声音，也没有视频。那是一份书面声明，他呼吁团结。显然，杀害数万名抗议者就是他所说的团结。伊朗有很多摄像头和录音设备。为什么是书面声明？我想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的父亲死了，他很害怕，他受伤了，他正在逃亡，他缺乏合法性。对他们来说，一团糟，谁在掌权？伊朗可能都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他们邪恶政权的军事能力正在崩溃。他们几乎无法沟通，更不用说协调了。他们很困惑，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将继续施压。我们将继续推进，不断前进，对我们的敌人不留情面，不失仁慈。然而，这群人中的一些，也就是媒体，就是停不下来。允许我提几个建议。人们抬头看电视，他们看到横幅，他们看到头条新闻。我以前就是做这一行的，我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故意写的。例如，过去几天，屏幕上出现一个横幅或头条新闻，
中东战争加剧，旁边配有伊朗袭击的民用或能源目标的画面，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做的。那么横幅应该怎么写呢？不如写伊朗日益绝望，因为他们确实如此。他们知道，如果你愿意承认的话，你也知道，或者你愿意看来自 CNN 的更多假新闻。报道称，川普政府低估了伊朗战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当然，这显然是荒谬的。几十年来，伊朗一直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航运，他们总是这样做，把海峡当作人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不认为我们考虑过这一点。这是一份根本不严肃的报道。戴维·埃里森越早接管那个电视台越好。昨天我看到的另一个假头条是战争正在扩大。我给你一个真正的头条，给真正爱国的媒体。伊朗正在萎缩，转入地下。这个怎么样？你们看，伊朗的领导人正躲藏在掩体里，并转移到贫民区。唯一正在扩大的是我们的优势，更不用说我们的海湾伙伴们正在加大力度，现在甚至转入了进攻，并且一直以来都与我们并肩防御，拥有集体的和综合的防空系统。我们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我们的选择是最大化的，而我们的能力仍在不断增强。我们正在上升，他们正在下降。正如我从一开始就说的，川普总统掌握着主动权，他将决定这场冲突的速度、节奏和时机。他的手牢牢地掌握着方向盘，也掌握着油门。美国优先，以实力求和平，正在付诸行动。从第一天起，正如我们国家所期望的，总统所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战士们以致命的打击、精准的行动和快速的创新进行了战斗。事实上，今天将再次是美国在伊朗和德黑兰上空进行打击的最高强度的一天。出动架次和轰炸机波次的数量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点，并且只会不断增加。随着我们持续加大力度，数量本身就具有其独特的质量。人工智能、网络、太空、电子战、反无人机系统，所有这些工具我们都在运用，以蒙蔽、迷惑和欺骗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知道谁是正义的一方。美国人民也知道，这让我的工作变得简单。我为上帝、军队、国家、宪法和美国总统服务，只对他们负责。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战场上的胜利，以及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设定的军事目标：击败导弹、导弹发射器和国防工业基础。这些我今天已经阐述了。击败海军并剥夺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能力。这些目标是明确的、果断的、可实现的。库珀海军上将，也就是我们昨晚与他共度了几个小时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知道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会在各方面全力支持他。他的指挥官们知道这一点，身处险境的部队也知道。库珀海军上将得到了他需要的一切，包括资产、授权、弹药，应有尽有。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战争是地狱，战争是混乱的。正如我们昨天看到的，我们的 KC-135加油机不幸坠毁，坏事确实会发生。他们都是美国的英雄。正如我对待所有牺牲的英雄一样，我们也将会在多佛迎接这些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完成这项任务的决心。但在这场追求和平的背景下，战争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跪下祈祷，向上帝的旨意祈求，保佑并赐予我们的领导人和战士们特殊的技能和信心。对于那些我们国家每天都在为之祈祷的战士们，我听到你们所有人每天都在为他们祈祷，请继续跪下为他们祈祷。我继续对他们说，祝你们一路顺风，愿主保佑你们并继续前进。主席先生，现在交给你。感谢部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今天加入我们。在我开始更新之前，我还想谈谈昨天我们 KC-135加油机不幸坠毁的事件。
这起事件发生在伊拉克西部友军控制的领土上空，当时机组人员正在执行作战任务。再次重申，正如中央司令部所说，这并非敌方或友军火力造成的，我们仍在将其视为一项积极的搜救行动。正如中央司令部今天早上宣布的，已经找到并救回了4名空军人员。空军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提供更新。请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和几天里，记住这些勇敢的空军人员、他们的家人、朋友和他们的部队。我们的军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去完成国家要求他们做的事情。这提醒了我们联合部队的奉献和承诺所付出的真正代价。我们也得知了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航空母舰上发生火灾。我们正在关注那些在火灾中受伤的船员。我们相信并希望所有人都会平安无事，我们对此心怀感激。关于这方面的任何进一步问题，我们建议您咨询海军中央司令部或者海军。今天早上，我们进入了实施怒火行动的第13天，我们继续在实现军事目标方面取得进展。正如部长所说，今天将是我们整个作战区域内动能打击最密集的一天。中央司令部继续打击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确保他们不再对美国部队、我们的基地或我们的伙伴构成威胁。他们正在继续摧毁伊朗海军，以确保航行自由。这意味着要打击伊朗的布雷能力，并摧毁他们攻击商船的能力。我们正在瞄准他们的国防工业基地，这样他们就无法重建可能在未来损害美国利益或我们伙伴的能力。正如库珀海军上将周3在他的更新中提到的，由于持续的打击，伊朗的作战能力正在持续下降。正如部长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袭击了超过6000个目标，我们的打击编队每小时都在继续出动，我们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出动架次，飞行在伊朗的上空。中央司令部现在持续在敌人上空盘旋，结果正如部长所说，我们看到了导弹和单向攻击火力的减少。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使伊朗海军失去了作战效能，并继续攻击海军舰艇，包括他们所有装备有反舰导弹和防空武器的苏莱曼尼级军舰。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伊朗仍然有能力伤害友军和商船。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但我想明确一点，目前唯一阻碍商业交通和船只通过海峡的就是伊朗。他们是这里的交战方，控制着海峡，使其关闭。尽管仍有一些船只在那里通行，我们已将打击伊朗的布雷行动作为优先事项。包括他们的布雷舰、海军基地和仓库，以及可能影响海峡的导弹。中央司令部继续打击这些目标。我们继续在工业基地方面取得进展，包括工厂、储存武器的仓库。我们将在未来几天，特别是今天，继续这样做。现在，像我经常做的那样，我想分享一些关于我们卓越的联合部队的信息。今天，我将谈谈我们卓越的炮兵部队。他们由美国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组成。他们一直在击沉船只、摧毁仓库，并发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精确打击导弹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也就是海马斯屌。在伊朗境外，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炮兵正在打击伊朗，赖以将其力量投射到境外，并保护我们部署部队的地点。在这次行动的仅前13天里，我们的炮兵部队创造了历史。他们发射了有史以来首次在战斗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深入敌方领土。他们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击沉了多艘船只，包括一艘潜艇。他们所有这些行动都展现了源于不懈训练以及彼此和对武器系统信任的精确性和决心。昨天，我非常荣幸地与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第3营第27野战炮兵团的一些年轻士兵进行了交谈。他们是发射首批精确打击导弹的部队和机组人员。我遇到的士兵来自这个伟大国家的各个地方：纽约、德克萨斯州、特拉华州、加利福尼亚州。其中一名士兵入伍才6个月，加入该部队2个月就已经被部署在前线了。他是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0岁。但从他们谈论任务的方式来看，你根本看不出来。
其他人分别是22岁和28岁。他们说话时带着一种平静的自豪感、目的性和清晰度，这清楚地表明他们理解自己所做事情的重要性以及依赖他们的人们。我请他们向我描述一次火力任务。我不仅问他们做了什么，还问他们有什么感受，特别是那些执行这次特定任务的首批机组人员。这些士兵基本上就住在我们身后的这些车辆里，驾驶室非常狭窄，2个人并排坐着，机组指挥官坐在他们后面，里面挤满了他们的个人武器和装备，他们就坐在那里等待火力任务。当火力任务到来时，他们会关闭装甲门，然后开始编程系统，然后他们拨动3个简单的拨动开关，在他们身后10到15英尺的地方，火箭发动机点火，弹药就朝着目标区域飞去，执行国家的任务。我问这些年轻人，这些了不起的美国年轻人，那感觉怎么样？其中一个人只是看着我说：“太棒了！”没有戏剧性，没有犹豫，无论白天黑夜，无论烈日、下雨还是下雪，都完美执行。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同行们每晚都在外面做着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压力，同样的期望，同样的成果。我们把巨大而重要的责任交给了这些年轻的美国人。他们以成熟、坚韧、专业和顽强的精神承担着这份责任，这让我为能成为他们联合作战部队的一员而感到无比自豪。他们的父母和家人会也应该感到无比自豪。他们的领导和我信任他们，相信他们能在困难的环境中每一次都完成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今天我还想花一点时间谈谈他们的领导力。这些年轻的美国人是由战术前沿的杰出年轻领导人带领的。昨天，炮兵连长和他的士官与这支部队一起出现在同一个视频屏幕上。他们2人几乎一言不发，他们不需要说话。在他们的眼神中，特别是连长的眼神中，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些士兵和他们炮兵连其他成员的默默信任和信心。这清晰地传达了出来。我们感谢他们的领导。昨天，当我问这些士兵，你们需要部长和我提供什么？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说：“更多的炮弹，长官，这真是太棒了。”所以感谢那些在射击阵地上支持我们任务的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也感谢他们的家人。我们的联合作战部队今天将继续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对敌人实施动态火力打击。我们对他们的奉献深表感激。今天我将第3次提到，今天将是我们最忙碌的一天。这项任务依然复杂、危险且艰巨，每一位军人都有家人在等待他们回家。我今天想感谢所有支持他们、部署部队以及在美国本土工作的家人们。就我个人而言，今天我还想感谢联合参谋部以及我有幸合作的团队，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在这个房间里。他们每天24小时工作，为部长和总统提供我们必须提供的方案。今天在我结束发言之际，我请求大家记住我们的阵亡将士以及那些参与搜救行动以带回我们失踪的 KC-135 机组人员的人员。愿我们将这些军人及其家人铭记于心，并为他们祈祷。当噩耗传来，对所有的人来说，那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日子。再次感谢我们的部队，感谢我们的阵亡将士及其家人，以及联合作战部队。就这些，长官，我把时间交还给您。谢谢您，主席先生。亚历山德拉·英格索尔，美国第一新闻，您能多给我们讲讲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吗？它什么时候能完全恢复运作？还有，如果伊朗继续与我们的对手结盟，我们如何确保实现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目标？好的，主席先生，如果您希望我完整陈述这个部分，我愿意发言。我强调主席刚才说的，目前唯一阻碍海峡通行的是伊朗向船只开火。
如果伊朗不这样做，海峡是开放通行的。我们之所以选择摧毁伊朗海军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有原因的。我们明白拦截船只的能力是伊朗40年来的惯用伎俩，这是关键的战略要地，他们一直将其用作筹码。全世界都看到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反击，所以我们听到他们谈论采取各种措施，我们正在为所有这些情况做准备。我们对这里的每一个选项都有计划，我们正在与我们的跨部门合作伙伴合作，我们不会允许这个海峡继续存在争议，或者商业货物无法顺畅流通。所以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专注于我们的军事目标，但也希望确保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伙伴明白，我们正在与你们合作，以确保能源的流动，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核能力。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说的，他们的战略已经从仅仅防御他们的核设施，转变为拥有大量常规导弹作为保护伞，以至于没有人能击败他们的导弹，以至于挑战他们的核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每天都在增长。所以当伊朗处于最虚弱的时刻，针对其弹道导弹能力采取行动，就创造了一个机会，确保伊朗永远放弃其核能力，或者如果需要的话，阻止他们这样做，就像总统已经通过午夜铁锤行动做过一次那样，摧毁那些能力。所以常规方面的打击是阻止其发展核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您有什么想补充的，感谢您的提问。对于联合部队未来可能承担的任何任务选项，无论是核相关事务还是其他任何事项，我目前不便发表评论。谢谢。但我们有多种选项。您对霍尔木兹海峡中水雷的评估，以及我们摧毁他们的能力。我们保留了一系列选项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拥有一整套选项。谢谢。谢谢赫格塞斯部长。我是每日连线的玛丽玛格丽特。谢谢两位提供最新情况。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更新了昨天的新闻，澄清说联邦调查局关于伊朗可能袭击加利福尼亚的报告未经证实。我只想问一下，最初的报道对公众产生了什么影响？伊朗有能力发动这样的袭击吗？另外再问一个很快的问题，万斯副总统在这场冲突中向总统提供了什么建议？一些媒体报道暗示存在分歧，您能谈谈吗？关于加利福尼亚的报道显然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另外，我们已经习惯了糟糕的报道，习惯了信息不准确的报道，所以这不会改变我们的运作方式，但我们会去回应，以证明它不是真的。就像中央司令部做的那样，我每天都会查看威胁报告。我们的跨部门机构都在关注此事，我在政府中的合作伙伴都在寻找迹象和预警，以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伊朗长期以来声称自己能做很多事情，值得庆幸的是，即使他让他们的代理人参与战斗，都从来未能做到。所以我们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一点。至于副总统，他也是这个团队中一位杰出的成员和领导者。与总统和国务卿并肩作战，我无法用言语充分表达这个团队有多么出色，他们如何协同工作，如何为总统提供选择。副总统每天都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声音，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声音。中间那位红领带，是的。好的，迈克尔·戈登，《华尔街日报》。伊朗被认为在至少2个地点拥有440公斤高浓缩铀以及数千公斤纯度较低的材料。你们能否在不实际控制这些材料的情况下成功完成这项任务？或者你们是指望通过外交谈判提供某种程度的控制，最终将其移除？你们提到了导弹，提到了无人机、军事工业。你们没有明确指出处理这些材料是任务的优先事项。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是一项核心任务。我们保留了各种选项，以确保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川普总统也说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这项任务如果之前没有午夜铁锤行动，如果没有那些 B-2轰炸机飞越并摧毁那些设施，就不可能实现。那为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创造了条件。所以总统一直将目光集中在核能力上。我想说，我们有一系列选择。如果伊朗决定放弃这些，我们当然会欢迎。他们在谈判中不愿意这样做，我绝不会告诉你们或全世界我们愿意做什么，或者我们愿意走多远。
但我们肯定有各种选项。他旁边那位，我吗？不是那位，是你，穿拉链衫的那位，没错，就是你。好的，谢谢您，长官。已经过去13天了，你们2位能否就女校遇袭事件提供一些说法？有报道指出，初步调查尽管仍在进行中，已经确定这次空袭是由美国实施的。鉴于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蓄意为之，您能否就这是否属实提供一些意见？其次，我们还了解到，昨天我们听能源部长赖特说，美国海军要到本月底才能准备好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护航，这个评估准确吗？如果准确，您能告诉我们原因吗？谢谢。好的，关于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不会让报道来引导我们，或者迫使我们去说明某个特定情况中发生了什么，因为真相很重要。所以我可以报告，中央司令部已经指派了一名调查官员来完成一项指挥部调查。这项指挥部调查将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与此事件相关的所有事宜。而且这位调查官员来自中央司令部之外，而且是一位将军。但我要向在座的各位和全世界指出，在这场我们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中，只有其中一方从不以平民为目标，完全从来不以平民为目标。我看过在动态打击或船只打击等方面使用的流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非常高精度的流程，我们不以平民为打击目标，而伊朗我们会进行调查，我们会查明真相。一旦有了结果，我们就会分享绝对的。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赖特部长说，是的，这是一个战术上很复杂的环境。在我看来，在我们大规模把任何东西运过去之前，我们想确保我们根据当前的军事目标，安全明智地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我们正在继续制定方案。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就像我说的，它是动态的，但我认为今天几乎是规模最大的一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了20%。正如我说的，我们的情报只会越来越好，那个反馈循环会自我完善。随着我们对这些目标的精确定位，我们能够打击的目标和原因会呈指数级增长，这包括全世界都在讨论和关注的战略性事务。我们的职责是为此制定计划，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来应对它，并确保总统有选择。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部门这样做了，他也会在这个问题上拥有选择。这位，谢谢。调查就是调查，没有其他隐含义。请。我是大纪元时报的瑞安·摩根。关于今天繁忙的空袭。上周你们讨论了空战的进展，以争取制空权，并从这些远程发射的防区外武器过渡到更多的凌空打击。你们现在能否说，今天的这些打击将完全依赖于近距凌空武器，还是防区外远程武器仍然在使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可以根据我今天早上6点读到的报告说，我们今天使用的弹药中只有1%是防区外弹药，其余的都是凌空打击的。我们有大量的这类弹药，这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目标。你使用更精密的防区外武器，然后过渡到更大的弹药储备深度，确保你保留了所有能力以及部队的作战选择，绝对是这样。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是否部署了水雷？是否正在部署新的水雷？我们听他们谈论过这事儿，就像你们对此有过鲁莽和夸张的报道一样。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证据。谢谢您，部长先生。鉴于美国在过去24小时内取得的所有成就，截至今天，您如何定义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这个定义从第一天起有改变吗？另外，关于伊朗政府告诉那些拥有美国基地的国家，他们可能会面临袭击，五角大楼对此有何举措？第一个问题是。就目前而言，您如何定义成功？是的，我们定义成功。再说一遍，在行动开始的12、13天里，
是通过实现我们设定的军事目标来定义。这些目标包括发射器、导弹发射器、国防工业基地、他们的海军，以及他们在海军方面投射力量的能力。最终目标是阻止他们获得核武器。我们有内部指标来衡量这些，我们会向总统汇报，然后总统可以决定他希望在追求这些军事目标上持续多久。所以这一点没有改变。很多人谈论很多事情，关于他们希望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我们应该继续关注什么。我再说一遍，我之前也说过，我认为值得再说一次。任务蔓延、任务扩张、时间线延长、民主建设或国家重建，诸如此类，都不是川普总统希望我们参与。我们在这里要解决的是一个特定的任务，但也要认识到，这个国家已经习惯了之前的领导人，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巴拉克·奥巴马还是乔·拜登，他们都有这些扩张的模糊的任务设定，而且这些任务一直在变化，所以时间线也一直在移动。我们不断投入更多的部队到地面，然后很快每个人都会想，就像我2012年在阿富汗时想的，我们这里的任务是什么？我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采取的是相反的做法。我们说，我们已经定义了这些目标，我们正在追求这些目标。总统掌握着控制权，最终将决定这些目标何时达成，以服务于美利坚合众国的目的。美国利益至上。这一位，谢谢你，赫格塞斯部长。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的共和党人支持总统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党内部分人士存在一些不安，特别是你的福克斯新闻前同事塔克·卡尔森。他称这场战争令人作呕和邪恶的，然后说总统呼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外国军队可以强奸战败国的妻子和女儿。你听过这些评论吗？你对此有何反应？我们正在为伟大的爱国的美国人执行一项明确的任务。这项任务已经拖延了47年，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都会执行这项任务。好的，这位部长先生，您曾说过，美国军方对伊朗拥有空中和海上优势，然而我们却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护送船只，为什么？你们怎么没有为此做好计划？我们对此早有计划，也清楚这一点。因为最终我们希望以一种最合理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实现我们的目标，并确保在行动时向全世界发出正确的信号。所以，无论是克里斯赖特发言还是我们发言，都是基于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想向世界传达的信息，以及我们希望他们如何看待和理解这场冲突的全面评估。就像关于战争扩大的这种说法，媒体希望它看起来是这样，好像战争正在扩大，混乱正在接踵而至。不，我们实际上正在逐步逼近、掌控并控制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这叫做塑造行动和设定条件。但当你塑造环境时，你不会总是透露。我的意思是，过去愚蠢的政治领导人和愚蠢的军事领导人会设定一个确切的最后期限，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或者这会花费我们多长时间。然后如果你达到了，也许你达到了，但如果你没有，你就失败了。如果你远远超出了，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塑造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正在跨部门合作发出这些信号。霍尔木兹海峡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关注的问题。美国人民可以放心，我们无疑会确保我们的利益得到推进。好的，这位穿绿色夹克的先生。华盛顿观察家报的麦克布里斯特，目前有多少美方人员伤亡？这些美方军人在受伤时身处何地？我的意思是，很多人已经重返岗位了。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接受了一些医疗救治后，已经重返岗位。我们的人员受伤地点包括科威特、约旦，还有南部侧翼的一些地方，各种各样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因为单向攻击武器的袭击。我想澄清一下，我们想做的是澄清这些数字，而不是简单的说阵亡或受伤人员什么的。我希望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为绝大多数几乎90%谢天谢地都已返回岗位，他们只是轻伤都已返回岗位，所以那个数字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呈现，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增加它的准确性。是的。谢谢您，部长先生，我是大卫西亚，来自真实美国之声。您能分享一下，在针对商船运输的袭击中，使用了哪些类型的弹药吗？有没有船只触雷？以及无人艇有没有被使用？还有一个快速的后续问题，在坎贝尔堡的无人机致死事件中，有没有人被逮捕？我不熟悉坎贝尔堡的那个事情。伊朗在科威特附近北部地区对船只进行的袭击，我相信是来自地对地导弹。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伊朗在海湾地区有任何无人艇的活动。
也没有任何船只触雷之类的。是这样，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袭击。最后一个问题，非常感谢，我是林德尔电视台的海瑟马林斯。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川普总统将在几周后会见习近平主席，中共一直在向伊朗政权提供多少支持，如果有的话？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知道川普总统呼吁伊朗无条件投降，鉴于美国正在与以色列合作进行这次的整个行动，伊朗是应该满足这两个国家的要求，还是只满足美国的要求？这些要求又是什么？我们很荣幸能与拥有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的以色列人进行合作。但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当我们在致力于这些目标的时候，我们将设定这些目标何时达成的节奏。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要会见习近平。哦，对了，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有着历史性的关系，他们期待着进行一次富有活力的对话。两个大国。川普总统最终确立了这种关系的条款，这些条款推动了美国的发展，而那次会晤将继续确保我们推进这一点。我的回答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